一纸起诉书打破了政坛的沉寂。中共前海南省委书记、省长罗保明正式被上海检方起诉，罪名是受贿数额特别巨大。从主动投案到闪电起诉，不过短短数月，在中共反腐史上罕见迅速。而他早已退休多年，却突然成为焦点，还被中纪委点名长期结交政治骗子，造成恶劣影响。这场风暴的核心不仅涉及房地产大佬许家印，更牵动江泽民、胡锦涛、习近平三代权力交接的敏感神经。罗保明出身天津团派，曾高调陪同江泽民登上海南东山再起之地。如今落马，有人说这根本不是反腐，而是财政见底后的割肉式清算。这突如其来的清洗是官场余震还是政权自救？我们今天要揭开的是一个自手换宽大背后的交易，一场以反腐为名的资产重分配。您好，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真。6月11号，中共海南省委前书记、省长罗保明因涉嫌受贿罪被上海第一检察院正式提起公诉。这距离他2024年7月25号主动投案还不到1年，案件审理速度之快引人瞩目。检察院指控罗保明利用担任中共天津市商业委员会主任、海南省委副书记、海南省省长、海南省委书记、12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，收受贿赂，数额特别巨大。此前中纪委通报的罪名中还多了一条长期与政治骗子不正当交往，造成财政资金重大损失和恶劣政治影响。那么他结交了哪些政治骗子？主动投案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？罗保明的仕途跨越天津与海南，历经江泽民、胡锦涛、习近平3个时代。今年73岁的罗保明，在1981年专科毕业后，进入天津共青团系统。1992年升至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、共青团第12届中央委员会常委。这一期间，正值中共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主政天津。李瑞环在1989年离开天津，进入中央，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书记处书记。1995年，罗保明升任天津市商业委员会主任、市委商业工委副书记，之后又陆续升至天津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。2001年，罗保明出任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，2007年升任省长，2011年成为中共海南省委书记。曾长期在海南发展的独立时评人蔡胜坤认为，从罗保明升迁的速度和轨迹来看，他可能是得到了李瑞环的提拔，并且这时期正值胡锦涛执政期间，他也因此被贴上了团派的标签。不过，据蔡胜坤分析，罗保明似乎并未完全卷入团派高层的权力核心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在平稳度过了江湖两朝后，罗保明在2017年突然主动辞去了中共海南省委书记和省长的职务，转任中共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一闲职。至于原因，坊间传闻与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有关。2013年，习近平上台后，迅速展开了对江派人马的清洗。2015年1月，江泽民带全家到海南过年。时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的罗保明陪同江登上了海南的东山岭，并获得当地媒体的大力报道，导致海外舆论一片哗然。因为当时西江斗激烈，前中共常委周永康惨遭落马，因此海外舆论将此解读为这是江泽民借此释放东山再起的信号，意在挑战习近平的权威。而罗保明也因此被贴上了江派人马的标签。外界普遍认为罗保明可能会出事，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这一联系似乎过于牵强。罗保明作为海南省委书记，陪同前国家领导人属于职务惯例，并不能说明什么。不过发生这2个事件2年之后，未满65岁的罗保明在2017年4月
便主动卸任了海南省委书记一职，转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一闲职，直至2023年3月离任。加拿大时评人丁律开认为，罗保明可能是受到了许家印的牵连。他告诉希望世界，他可能应该是江泽民的人，就是亲历江泽民的人，可能就是许家印把他供出来了，中纪委就打他，他可能顶不住压力了，就是自首了，应该是撞到窗口上了。2010年，许家印在海南儋州市启动海花岛项目，总投资约2000亿元人民币。项目涉及大规模填海造地，如此庞大的项目，显然需要得到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罗保明在政策层面上的支持，包括土地审批、环评手续等。不过10年后，海花岛后因违规建设破坏海洋生态，被中央环保督察组点名，于2021年部分建筑被要求拆除，而许家印也在2023年被抓。有传闻称，罗保明在投案前就已经被中纪委约谈过多次了。不过也有观点认为，罗保明是受到其他人士的牵连，走漏了风声，事先得到消息后主动投案的。前中国法律人士杜文表示，海南省地处边陲，对中共中央的政治影响有限，相比之下，对习近平构成的威胁不大。但他们往往积累了大量资产，特别是在海南，这些官员拥有很多土地。现在中共面临财政困难，需要这些人拿出钱来。我认为罗保明就是这种类型。所谓主动投案，实际上是中共当局给予他们一个宽大处理的机会，比如缩短刑期，但他们必须交出资产。杜文还表示，这是中共当局新的反腐模式，让这些官员交出资产以换取生路。他说，中共财政紧张，真的缺钱，缺得很厉害。现在中国真正掌握社会财富的就是这些官员，随便抓一个就能拿出几十亿、几百亿，多的甚至几千亿、上万亿。丁律开认为，中国的经济问题现在已经大到没人敢接这个烂摊子了。中国现在政局、经济、民生都搞得很烂，没人接这个烂摊子，所以是很难的。要平衡各方面的势力，也要调和各路人马的利益平衡。习近平他现在也是不得已交出权力吧，也没办法了，这就像当年的华国锋一样的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